你好，我是廖佩薇，今天又到我们的天使祝福的时间，也就是天使祝福卡啦。今天我们用的卡是爱的序言卡，以前有用过这一副牌卡，多数跟爱有关。可是我希望每个人在心里不要设定只是爱情，好吗？父母对你也是一种爱，朋友对你也是一种爱，就像我也对你就是一种爱。让我不用这么的一直频繁的拍片，我觉得很多事情在爱的滋长下都会觉得产生了很多相关的舒适的感觉。这使我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一直不想要局限于爱情这个话题？我们常常在匮乏里面需要找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然后让自己可以有一种爱的感觉。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前阵子咨商一个个案，他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可是他不想就医，这在心理里面叫做没有病识感。可他想要谈恋爱，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来爱你，不会让你的忧郁变好，切记这是真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愿意释放你的爱，不要把你的爱禁锢在你的心里，也就是不要过去的记忆影响你很深，把防卫机制当作你自己，你的心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感觉就会舒服很多。其实上最近有一个医学报道，在2006还2016年出生之后的孩子，因为 Twitter 跟 Facebook 所有的新媒体网页的流行，所以很多孩子都非常注重所谓的独特性，跟他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了。可是这时候就会发现了一件事情，好像很缺乏母亲的需要的陪伴。这是美国的一个调查，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 Dr. Jane 他做的一个调查，然后他的研究发现，多数的孩子就没有因为独特性，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出去跟面对外面的世界了，需要父母陪同。加上Facebook 跟 Twitter 会产生一个状况，我们会勾引起我们内在那种需要被重视的感觉，这个感觉每个人都有，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聚会，可是为什么没有我呢？这时候心里就会被勾起那个内在心理的匮乏感。所以当我们被邀请了大家一起聚餐，就很多人赶快拍照上传，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为什么今天选择了爱的序言卡，也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刚看到这个医学报道，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爱啊，只是我们可能禁锢了很多我们以前过去的记忆，让自己忘记了你曾经有过的美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点一滴的把它唤醒，好吗？跟着我的脚步，好吗？我希望很多人可以看有关于情绪改造事务所，我有一些改变，我会介绍台南一些当地的一些风景名胜，或许也是一个偏远的地方，而不再只是谈所谓的情绪。那当然我是两个把它结合起来的。我觉得或许很多人喜欢测准跟不准这个问题，但是准跟不准在你的心里。我很少会有反应说你告诉我说好准好准，然后我有很大的反应。原因在于，我说句实在话，当你觉得很准的时候，可能你早就知道了，那我何必帮你测呢？所以我希望你来跟我谈占星的时候，谈你的人生，谈你的未来，是你不知道的，你不晓得，你可能会一脸茫然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才是真的很准，好吗？我的想法比较另类，因为我不是很宿命。我再次强调，或许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不一样，你觉得你不宿命，可是你来的时候你没有耐心听我谈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对自己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前言。我讲的有点长，所以我讲的有点快，原因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受，可能最近接很多的个案，标准真的跟我不太一样。好，祝你再跟我说已经5分钟了。好，我们开始。好，第一张牌。如果你抽到的是第一张牌，那我要告诉你的是，看见你内在的力量，你比你所知道的还要强壮有力。抽到这张牌，我想你面对了一个
你很难抉择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感受，觉得自己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也就是你对自己是一直说不不不。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没有发现自己有的天赋，你自己没有发现你自己有的潜能，你可能只是产生了一个感觉，就是我做不到。可是我现在我要告诉你，你抽这张牌，它就告诉你说，只要你愿意释放你心中的爱，你是做得到的。慢慢来好吗？你做得到，你可以的，你内在的力量相当的强大。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5号，5号这张牌很吊诡，我会把它放在5号，原因是因为跟某些关系有连接。5号就是身体接触很重要，对某些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比温柔的肢体接触更重要。比如在对方需要的时候，轻拍他的背，或是给他一个拥抱。我想来咨商过的人应该会知道，有些人，不是每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非常物质架构的人，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他会觉得我侵犯了他，也就是我会给一个小小的拥抱，应该是大大的拥抱。那我给这个拥抱的意思是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多数很少有亲密的关系，大家都有一点距离，把防卫机制当作自己，所以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实际上你是需要被拥抱的。拥抱的亲密感在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从童年就开始失去了，可不可以现在一点一滴的把它唤醒，产生你跟别人的亲密感？所以你抽到这张表示你可能跟别人的亲密感是有一点点疏离的，而且有可能是你需要被拥抱。你现在可能少了一份疏离感，也许我自己这么猜，也许是你的情感有些失落，也许你的父母让你有些失落，也许有些朋友让你有些失落，所以你希望有些被拥抱的亲密。如果你需要我在这里抱不到你，我拍拍你，可是跟你周围可以拍到你的人，或是抱到你，跟他讲说我需要一个拥抱，没有评价的拥抱。因为我们华人太喜欢评价别人了，每个人的价值观，告诉你的朋友，你只是需要一个拥抱，不需要评价。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那请你来我这边咨询室，我早上时间11点到下午5点，我们可以谈谈你的生命，你碰到了什么挫折，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你的感觉是需要被尊重的，好吗？好，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4号，心有灵犀，这是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情。我记得这张牌我在早期有用过，你在抽到这张牌表示说你心里有一份感情是难以言喻的。我不设定它是爱情，你感觉一下，那是一个很难以言喻的情感，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你发现了，好好的掌握它，对你而言，这份难以言喻的情感是可能是你内在的孩子，你内在孩童需要的，好好的守护自己，好吗？你现在的你应该有略略的感觉，我提醒了你，亲爱的，记得你也要常常提醒你自己，你有一份情感，隐约的在提醒你。好，接下来如果你选择的是2号，你是一个具备神性的美好人类，值得拥有生命必须给予的一切美好事物。那我会这么解释，爱原本的你。说句实在话，对我而言，我在諮商里不常谈，我常常谈我不是身心灵的人，所以你是非常身心灵的告诉我说宇宙是爱你的那样的人，不是我的范畴，你可能会来有点失望，因为我还是比较结合心理学的部分。像比如说有个个案跟我说，他希望他母亲早点走好了，他不断的谴责自己，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我刚咨商一个个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有一夜情，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对。我现在讲的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请你先允许它，然后你心里可以细细的想，为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那个为什么不是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爽啊，我觉得这样很开心啊，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不孝顺父母，这都不是所谓的自我觉察。真正自我觉察是在那个爽度的后面是什么，你缺乏了什么，那个才是真正可以允许爱你自己的一个空间，爱原本的你自己。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不太会太唱高调，我还是会说慢慢的来。可是爱原来的自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你才不会一直祈求别人的爱。
祈求别人的爱，你就必须找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或是一个他，任何一个他，来填补你缺乏的那个部分。而那个缺乏常常又是你投射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到最后你并不愉快，会有这个状况。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感情到最后我老是遇到这样的人呢？那跟你的心理层面有关哦。好，我希望有个机会可以跟你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如果你抽到3号，他告诉你是把握爱的机会，从我们开始去爱的那一刻，生命就彻底改变了。好棒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会说他很棒？把握爱的机会，一个原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渴望别人爱我们，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愿意去爱一个人，而没有感觉到，而不需要，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希望我爱他的时候，他也一样爱我。那个爱的力量是相当的大。张爱玲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爱你，可是与你何干？他的力量有多么的大，我就是单纯的爱你，可是跟你没有关系，我没有希望你给我什么期待，给我什么回馈。所以很多人在被需要的情感里面，在那里很痛苦，但是你看到了吗？你可能不知道。希望你有机会可以跟我聊聊，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很多选择算命，而不是选择自我觉察。这个时候就看你的选择了。我会配合，我是服务业，我不是神，所以记得我有催眠这个服务，但不是一次你就可以 OK 的，千万不要赌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还是这么想。我跟你讲，这是一个长期的课程，希望你可以了解。那爱，把握爱的机会，表示你心要打开了。你有多久没有把心打开了？你有多久怀疑人家？你有多久去保护自己，生怕自己受伤呢？亲爱的，这就是今天的天使祝福卡，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心一扇一扇门的打开，让你的爱可以像潮水一般的涌入你的心。谢谢你今天的参与，我是廖佩薇，拜拜。